最近因为安社工的身体不适，影片停更了好几次，不是染疫，只是身体不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心情不太好。因为进入7月的一个人事异动的月份，身旁有同事要结婚，即将离开我们去新竹跟苗栗工作。有朋友在新竹苗栗医院工作，如果你的医院有缺，需要挖优秀的医务社工师，请私讯给我。现在全国医院的医务社工在后疫情时代大缺医务社工师，因为大家都害怕在医院工作会有生命危险，害怕会中奖。以我们医院为例，疫情之后104的履历少到不行，履历的内容看一看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在疫情之前刷掉后，每个月至少还有3-4封履历可以面试，现在真的是少得可怜。今年这半年不是没有录取新人，有些还是在家暴中心待过1-2年的社工，但是到职的第2天就搞失踪，也不办离职手续。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社工在想什么。如果你不排斥医疗院所的工作环境，但是你不敢投履历的原因是什么呢？请留言告诉我。怕看到死人吗？请留言告诉我。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面试医务社工的工作一些心得，总共有3个结果，先跟大家说。第一，要改变心态，跟上大家的脚步。第二，没有医院实习不重要，要有学历才重要。第三，救人的工作算我一份。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继续看下去咯。在迪卡中的社会工作版面中，有不少人会问有关于新工作的事情，薪资如何，主管好不好相处等，有许多的问题。今天我也和大家谈谈我是如何面试医院的工作。过去我曾经面试过新北市的双和医院，当时没有面试上，而且当下主管就告诉我他的担心我无法适应由长期处于的模式进入短期模式的工作环境，无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工作步调和脚步。其实我心中是有一些低估，心里想真的吗？后来我在新北市的身心障碍者家庭资源中心工作，服务的是新北市全年龄层的个案管理工作，只要是活着有粉红色的小卡，就是我服务的个案。所以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的可以到100岁的人瑞，都是要处理社区的个案，都是要快速解决个案的问题为主。我就一直问自己，这样子对个案案家的服务只是去处理问题吗？对于过去的陪伴协力的工作理念是一个很大的价值观冲突。回头看来，我才明白当初面试医院为什么拒绝我。现在我也明白，如果没有过去家资中心的经验，很难在医院工作。或许说要很长的时间进行调试，或是我自己对个案服务的价值观不同而做不下去，自己离职。多半的人都会打听一下投履历的单位的工作环境与状况，薪水有多少等等的问题。当初我从台北回老家工作，安太太工作的医院都谣传着一件事情，
医院有一个社工室的缺，是安社工要回来补的。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结果我面试上了安太太的医院的医师，有不少的人来跟安太太这样说：学姐，你先生要去那家医院哦，要小心一点哦，那家医院的某某人很……这些话我也是听一听，不过我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5年，那些医师说的事情我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是我神经太大条了，还是我过去的主管有太多是无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感觉都不同，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这是当一个社工最基本的认知吧。有很多要在医院工作的人投履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实习没有在医院实习过，也没有在医院工作过，这样子可以吗？其实安社工也没有在医院实习过，也没有在医院工作过。如果面试原机构一定是有优势的吗？答案是有的，但不是绝对有优势。有优势的部分是你对医院的工作环境熟悉，你认识这个医院里面很多的学长姐，知道有问题可以问谁，谁比较友善。但是如果实习不优秀，可能你就进不来了。如果面试的时候遇到有高手加入，当然还是要努力，不要紧张。安社工到职的那一年，有一位实习生后来成为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工作了2-3年，是很不错的一个社工。当初他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就被天外飞来的一个面试者比了下去，但是这个面试者也没有做多久，后来就溜了。实习生第2次就面试上了。社会工作有不同的领域，都有不同的特性与不同的工作方法。医务社工是需要动作快，有些工作不太能太细致的处理。大多急性疾病的病人，一年也不过是1-2次或2-3次的服务，跟许多领域是不同的。工作环境上面有24小时冷到爆的冷气可以免费的吹到暑假都要穿大衣上班。天灾人祸与别人放年假或过年的期间，总是要有人留下来留守 on call。 在救人的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与我一起工作，无论是在哪一家医院。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欢迎你